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号至2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多条图文及视频，公布自己抵达新加坡参加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多项行程。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泽连斯基首次到访东南亚国家。2号，泽连斯基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，乌克兰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。 泽连斯基在演讲时表示，乌克兰承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2个国家，并将尽一切努力让以色列停下来。此前，泽连斯基一再抱怨巴以冲突分散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，并将美国援助的重点从乌克兰转移到加沙地带。Ukraine recognizes 2 states, Israel and Palestine, and it will do everything for Israel to stop, to end this conflict, so that civilians do not suffer. 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月1号抵达新加坡，2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。期间，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多条图文及视频，公布他与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、美国及东帝汶多名政要级官员会晤，继续呼吁支持乌克兰。他说，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举行会谈时，双方讨论了加强乌防空系统、对乌军事援助以及双边安全协议准备等方面的议题。同一天，泽连斯基还与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代表团进行了会晤，讨论进一步援助乌克兰问题。据彭博社此前报道，瑞士将于6月15号至16号举办首届乌克兰和平峰会，但俄罗斯不在受邀之列。美国总统拜登则计划不参加此次峰会活动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，没有俄方参加的这一峰会是荒谬的。另据俄新社等媒体报道，就俄乌谈判一事，普京5月24号在访问白俄罗斯期间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称，俄方从未放弃谈判进程，是乌克兰方面表示谈判终止。据美联社消息，泽连斯基于周日晚间离开新加坡，并在严密安保下悄然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。2名菲律宾官员匿名告诉美联社，泽连斯基原计划在相会期间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面，但未能如愿，于是决定亲自飞往菲律宾。此外，俄乌冲突还在继续。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6月2号通报称，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乌曼斯科耶镇，并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，摧毁乌军武器装备和弹药库等目标。俄军防空系统击落2架乌军米格29战机、50架无人机，拦截多型号导弹、航空炸弹和火箭弹。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市传出一系列爆炸声，拉响导弹来袭警报。俄罗斯卫星社报道说，自2022年4月11号以来，别尔哥罗德州整个地区的恐怖主义危险级别被上调至高黄色级别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撰文报道，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、GPS 半主动惯性制导多管火箭系统和火炮打击俄罗斯领土。据报道，5月31号，美国总统拜登给予乌克兰有限许可，允许其向俄罗斯境内靠近哈尔科夫地区边界的目标发射美制武器，但仍保留禁止使用 ATACMS 战役战术导弹和其他远程打击武器的禁令。另据俄罗斯记者在 Telegram 上发布消息称，俄罗斯陆军防空人员在别尔哥罗德地区上空摧毁了10多枚导弹。乌克兰尚未对此发表评论。同一天，乌克兰最大的能源集团之一 DTEK 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，遭俄罗斯袭击后，乌能源系统的困难局面仍在继续，因此基辅市、基辅州、敖德萨州、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正在实施紧急停电举措。在执政时期屡次试图封禁 TikTok 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，竟然在当地时间1号晚间开设了 TikTok 认证账号，并发布了一段时长13秒的短视频，内容为他现身新泽西州纽瓦克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现场，与支持者互动。目前，特朗普 TikTok 的账号粉丝已破300万。The president is now on TikTok. It's my honor. 在 TikTok 应用上，特朗普账号介绍为美国第45届总统。目前该账号粉丝数量已经超过300万，超越了今年2月开号的拜登竞选团队。TikTok 在美国拥有1亿多用户。美媒报道分析称，特朗普加入 TikTok 的举动是为了在11月大选前接触潜在的选民，尤其是年轻选民。报道指出，特朗普的这一举动不仅引人瞩目，而且与其过去的立场大不相同。一些共和党人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，多次对 TikTok 提出批评。
而特朗普的加入算得上是正在美国市场为自我生存做抗争的 TikTok 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。Well,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joined TikTok in a bid to win over younger voters. The move is a U-turn after his administration tried to ban the popular app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. 报道称，在特朗普本人开设 TikTok 账号之前，特朗普的大儿子小唐纳德·特朗普上周已经开始使用 TikTok。而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让美国再次伟大也加入了这款应用。据 TikTok 内部人士的消息透露说，这款短视频应用程序对于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极具吸引力。该平台上支持特朗普和支持拜登的内容比例约为2:1。纽约时报上个月已援引了 TikTok 的内部分析报道称，早在特朗普还未加入 TikTok 之前，自去年11月以来 ，TikTok 上支持特朗普的帖子数量几乎是支持拜登的2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2月11号，拜登竞选团队也早已经主动入驻 TikTok， 借助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年度冠军赛超级碗举行之势，在今年11月总统大选前创建新账号，以吸引年轻选民的支持。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指出，特朗普如今的举动与其过去的立场大不相同。实际上，早在特朗普执政时期，美国就曾对 TikTok 下黑手。2020年，作为时任总统的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封禁 TikTok，TikTok 随即起诉特朗普政府，并最终胜诉，化解了危机。不过，自今年3月份美国政坛针对 TikTok 发起新一轮围猎打压后，与竞争对手拜登态度不同的是，特朗普突然在3月7号扔出了一记回旋镖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封禁 TikTok。特朗普还在3月11号声称，尽管 TikTok 构成所谓国家安全风险，但封禁这款应用程序只会便宜了脸书。他说，没有 TikTok 会让脸书变得更强大。我认为脸书是人民的敌人。有很多人喜欢 TikTok，TikTok 上有很多小孩，他们没有了 TikTok 会发疯。当地时间4月24号，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价值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。该法案涉及强制字节跳动剥离旗下应用 TikTok 美国业务。在相关条款中，字节跳动被要求在270天内剥离其美国业务，否则将面临美国全国禁令。对此，当地时间5月7号 ，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针对拜登最新签署的法案，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，正式起诉美国联邦政府，称该法案在诸多地方违反美国宪法，包括侵犯了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权。正午短评热点直说。特朗普加入 TikTok 才1天，粉丝数量就超越了拜登。这里有特朗普原本就比拜登更擅长使用社交媒体的因素，但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拜登签署了强制 TikTok 出售法案，引发了用户的广泛不满，而特朗普改变立场出面反对。当然，特朗普入驻的时机也很微妙。就在他被判有罪、支持率出现下滑之际，可见入驻 TikTok 是反击的重要一步。那么对于 TikTok 本身来说呢，特朗普的入驻除了带来更多的关注度和话题性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使 TikTok 在美国赢得上诉，避免被强制关闭的可能性增加了。可见对美国政客的威胁，关键还要靠自身的实力说话。TikTok 在美国1亿用户就是重要筹码。最后再来开个脑洞，要知道特朗普第1个任期被称为推特治国，那么如果他赢得第2个任期，会不会 TikTok 治国呢？